解放军3大海域起义练兵，刚开个头亮了个剑，美军战斗派遣就来了。这是打算摸清情况直接开战？最近美国自己算是掉麻烦堆里了，和欧洲关系正处于十分紧张之际，眼看着美欧联盟要是崩了，美军还有精力到南海搞小动作？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消息，6一儿童节当天，美军一架 RC-135U 电子侦察机自上午11点58分左右，在大家吃午饭的时间点上，从位于日本冲绳基地出发，顶着正午的烈日到了中国东海，并沿着东部海岸线在黄海、东海上空开展侦察活动，直到下午2点才从黄海返回，中途还深入我国防空识别区，光明正大的来来去去。RC-135U 作为美国军中相当重要的一种侦察机，主要功能就是为美国总统、国防领导人、战区指挥搜集情报，定位对手雷达信号，提供战略分析，所以全美国都只装备了2架，也就导致了这架侦察机拥有不同寻常的意义。这架侦察机还有一个外号，人称战斗派遣，也就是说，这架侦察机只有在战斗需求的时候才会被派遣出来。所以如今美军已经把这架侦察机派到了中国周边，其心思也就可想而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6.1前一天，美军才部署在日本没多久的 MQ-4C 无人侦察机也来东海逛了一圈。按照日媒的说法，这是为了应对严峻的周边安全环境和邻国活动。在这里不得不提一句题外话，在东海、南海搅风搅雨的难道不是美日？这指鹿为马说的也是毫不脸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美军这次接连到中国周边海域侦察为的是什么呢？还派出了如此重要军机，对着中国周边局势持续不断，解放军也开始各种战备动作，最近更是在3大海域同时进行军事演习，还全部都是实弹演习。其中渤海从5月29日到6月4日，黄海中部是5月30日到5月31日，黄海南部也在6月1日到6月13日进行实弹射击，东海也自然没有落下。不过这次美军主要目的应该就是黄海的演习了，毕竟东海演习还要等6月2日。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解放军3大海域起练兵，刚开个头亮了个剑，美军就把自己的战斗派遣送来了。这很难说不是打算摸清楚情况后直接开战。要知道最近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，小动作也不少，一直调兵遣将做各种战备，很显然就是在给中国施压，很可能就是有直接开战的想法。当然美军这个想法有没有也不是很重要，要知道解放军早就有备无患了，军不见解放军演习自从进入2021年以来就基本上没断过，所以美军不敢来也就算了，一旦选择和中国正面相对，那就要做好败北的准备。不用中国出手，美国和盟友接连掉入自挖的陷阱，大反击时刻来临。普京举动将让美国不安，科技战、贸易战无效之后，拜登改变打法，利用所谓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围剿中国，并给中国挖了很多陷阱。自3月份开始，美国和盟友们就开始在新疆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。在做过大量舆论铺垫后，美国、欧盟、加拿大、英国就对中国发起攻势，以人权为由制裁中国相关实体和个人。其余的澳大利亚、日本等国则摇旗呐喊。中国不断点名强调西方犯下的人权罪行，最近法国、德国、加拿大就接连爆雷。5月27号，马克龙终于承认法国对1994年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负有责任，而在28号，德国政府也承认在纳米比亚实施种族屠杀。同时，加拿大被曝在甘露市印第安人寄宿学校就职，发现并确认了215名曾是该校学生的遗骸。加拿大曾建立多所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，强制带走原住民孩童，并试图对原住民进行同化，经常伴有性侵、虐待、体罚等现象频发。西方人权罪行累累，又哪来的资格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中国？其次，继新疆棉花、番茄之后，美国最近又开始炒作中国一远洋渔业公司存在强迫劳动，并发布对该企业禁止进口的暂扣令。为了污蔑中国，美国已经开始无中生有、凭空捏造、神经质般的编造故事。此前，我国发言人就指出，至今美国只批准14项国际劳工公约，作为发达国家，批准公约数量却是最少的国家之一，并且国际工会组织报告也显示，美国存在系统性侵犯劳工权利问题。然而，反转又来了。最近，美国著名轮胎企业固特异在马来西亚的工厂正面临拖欠工资、非法加班以及威胁外籍劳工的指控，部分劳工加班时间超过当地标准1倍以上。最后，美国早就拉拢盟友，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为5G 进行围堵，而最近又曝光美国利用丹麦监听欧洲多国政要的丑闻。虽然欧洲经历了棱镜门，但此事仍引发欧洲政坛地震。
现在看来，美国指责华为5G 监听，其实是怕自己不能再监听世界。美国的通信设备引起了盟友的警惕，在当天就有报道披露，意大利开始允许沃达丰有条件使用华为5G 设备，站队果然快。事实上，不用中国出手，美国和盟友就纷纷破防，现在更是大反击的时刻，要趁机猛戳他们的软肋。美国和盟友的计谋自然就失败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俄领导人即将会晤，拜登曾表示将敦促俄罗斯尊重人权。对此，俄罗斯外交部表示，未来数天将对美国发出不安信号，准备讨论人权问题。很显然，普京等着补刀。而可笑的是，西方以为给中俄挖了人权陷阱，但却把自己都玩进去了。美台加强军事勾连，解放军强势出击，陆空两军夜袭千里，完成精准投放，中国统一或许就在眼前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美台加强了军事勾连，导致台海局势持续紧张。在此背景下，我国也采取了强硬的应对措施，比如航母舰队在台海周边海域训练，军机频繁绕台巡航，解放军模拟夺岛演习等。这些强势的举措都给台当局带来了不小的压力。近日，解放军的一个举动更是让岛内民众吓出一身冷汗。据中国军网报道称，解放军第82集团军某旅联合空降兵某旅在近日开展了运输机降伞实跳训练。从报道公布的视频来看，参加训练的部队士兵们在深夜完成集结，于凌晨5点左右出航，在经历了几千公里的飞行之后，完成了精准的定点定时空投任务。据消息人士透露，此次投放完全是按照空降兵的实战化标准来进行的，除了空降人员的精准着陆，还有空降战车和补给物资都在规定的时间里精确地投放在定点区域，这足以说明我军已经做好了进行实战任务的准备。而且这次的行动也与以往有所不同，它是陆军和空军一起协同作战，在几千公里的奔袭之后，来到一个陌生的地域开展实弹训练，这有效地锤炼了我军远程兵力投送和临时火力打击的能力。对此，有专家分析称，我军能在凌晨时刻经历数千公里的飞行后，完成精准的定时定点投放，还在陌生的区域能立即执行战术行动，这足以说明解放军已经具备了远距离、全时段、全地域、高精准的投放能力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军在实战的时候，无论降落在敌后什么位置，运输机部队都能将支援人员、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等精准的投放到地面突击部队的手里，这极大提升了我军的突击作战能力。毫无疑问，解放军的这一个举动也是在向台当局释放明确信号，通过实际行动警告他们，任何拒绝统一的行为都只能是无用功。我军能在任何时候、任何地点对台岛执行统一的军事行动，所以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因此，有岛内民众在看到从天而降的解放军时，才会惊呼大事不妙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，中国统一就在眼前了。